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今天的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忽然为台海问题降温是什么原因。最近呢，美军最高将领、参联会的主席马克·米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说，虽然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作国家核心利益，但目前呢，几乎没有武统台湾的军事意图或动机。所以米利认为，在近一段时间内，台海海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很低。他还认为大陆目前的军力还不能保证能够完成武统。米利说，解放军攻台绝非易事，因为这意味着解放军需要横渡台湾海峡，而台湾的军力呢也不弱，因此武统将是格外复杂和困难的行动。根据米利的评估中国大陆如果要想通过武力收复台湾，仍然需要继续发展实际的军事能力，而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米利的这番讲话调子非常奇怪，他说了两层意思，一个是大陆目前没有武统的意图，二是解放军呢还没有做好武统的准备。总结起来就是近期台湾海峡不会爆发战争，这和近半年来美国政界、军界热炒的台湾问题的调子是完全不同明显是在为台湾问题降温。就在一周之前，还是这个米利在国会回答议员提问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当解放军武力攻台的时候，美军有能力保卫台湾。更早之前呢，美国内部讨论是否要放弃对台战略模糊而改以战略清晰，其前提假设就是解放军攻台迫在眉睫，美国再不亮明底牌就晚了。不少军界和政界人士纷纷猜测解放军攻台的时机，有说6年之内的，有说2022年开个冬奥会之后，台海将迎来最危险时刻的。为此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已经要求美军暂停远期建设规划，而集中精力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同时，美国四面出击，拉拢日本、韩国 G7 国家的盟友介入台海。美日之间甚至开始探讨，一旦大陆武力攻台，美军协防台湾，日本自卫队如何协助美军。日本首相菅义伟已经提出要在台海建立威慑性的力量，日本舆论已经脑补了日本自卫队从协助美军到直接与解放军发生军事冲突，到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场景。就连和台海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澳大利亚都在叫嚣，战鼓已经敲响，准备要在台海和解放军开战。而岛内的台独顽固分子，台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吴钊燮更是叫嚣，解放军马上就要攻台，要求全体台湾人都要做好战争的准备。一时间呢，台海上空好像是战云密布5月1号，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刊发封面文章，将台海地区说成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可是米利的这次讲话忽然为台海局势降温，这背后其实大有玄机。米利是在17号做出这一番表述的。18号，美国那边就传出消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说，美方将考虑安排拜登总统和中方领导人举行会谈。原来美方主动为台海降温，是要为中美两国元首见面呢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美国现在放出安排中美元首峰会的消息，其原因有2个。第一个，拜登参加完了 G7 峰会，北约峰会，也和普京见了面。拜登认为已经协调好了盟友的立场，稳定了美俄关系，各方面呢都安排好了，可以带着满满的底气面对最主要的对手中国了。第二呢，拜登也发现要完成他任内的主要任务，像振兴经济搞基建控制疫情气候问题等等，绕来绕去都绕不开中国。不和中国协调立场，拜登在许多问题上都玩不转。现在有美方率先透露出这么个消息，说明拜登已经开始着急了，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要靠一次元首峰会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的走向定一个基调。因此在这个时候要释放一些缓和的调调，为元首会晤创造气氛，仅此而已。好，这句话就到这儿。